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成功級艦長黃征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就軍火上面來做一個中美之間的比拼。今天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這一回美國是真的怕了嗎？解放軍它的100枚洲際飛彈已經就位了，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包括了東風31AG 的核王牌亮劍，另外也會關心2027台海衝突擊潰美軍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一個深度的分析。各位觀眾，這不是解放軍自己喊話，而是特別來自於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廈他自己內部評估報告草案，承認目前中國大陸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經補完核威懾體系的最後一塊拼圖了。什麼意思呢？白紙黑字，我們看到上面是怎麼樣寫的。這邊特別提到了路透社說呢，已經新部署了在蒙古邊境的3個基地，這邊部署了超過100枚的新式東風31型的洲際彈道飛彈。那麼東風31它又另外具備的這個稱號叫做解放軍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檔案帶觀眾朋友快速的來看一下。射程現在是達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蓋可以達到美國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懾的能力，可以攜帶多枚分導核彈頭，彈道可以進行不管是曲線或者是蛇形的機動，而且末端還可以變軌。重點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達20到30馬赫。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超過100枚的洲際彈道飛彈的部署位置，為什麼會選在蒙古邊境的這個地區？這是專門為美國量身打造的一個核威懾、核攻擊嗎？接下來從東風31AG 的性能來看，美國有辦法坐在空中的攔阻嗎？艦長怎麼看？假如我們國家擁有一個能夠把整個國家給摧毀的那種核彈，這個一爆炸就會把整個國家摧毀的，你會放在哪裡？你第一個會想的就是說，我要放在一個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擺在北京那還得了？他出事怎麼辦？我如果擺在北京，敵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個朝北京打？那還沒打到他北京那裡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個很偏僻的地方。第二個，你一個核彈在這裡，不管怎麼樣裝，怎麼樣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狀況發生的。你別以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遠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擺。那這個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個大陸你去看啊，就是蒙古。為什麼？蒙古的土地是台灣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們差不多的。那你說，哎，你只有33倍，你別忘了台灣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脈，所以台灣人口非常密集在邊緣，但人口它幾乎都是沙漠草原，這是一個。而且你看它這3個，它有3個基地在那裡，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牽扯到第二個。你這個基地要建在哪裡啊？你絕對不能建一個就是說很複雜的地形，好比說建在西藏，那裡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裡要一個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裡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為空曠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餌井。好比說這裡面有300個井，那我問你哪幾個是真的裝了，哪幾個是假的？你能夠確定嗎？所以他在那裡，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達的，哪裡有哪裡沒有，他也可能會知道的。還有第3個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戰略縱深。如果你擺在沿海，好比說這個山東這裡，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東那裡有一個地方，好比說這個廣東那裡有個地方人很少，你貼在海，人家海邊就可以攻擊你。對，所以我希望要有一個縱深，我就盡量往裡拉。那你從岸邊打我嘛，你一定要。這個導彈這樣打過來，我很遠就看到你過來了，所以我會有很長的反應時間，這就叫戰略縱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擺的地方，經過所有的考慮之後，內蒙古的西側靠近新疆這裡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於你說這些東西擺是不是針對美國？當然是針對美國。你不要忘了擺在那裡，它那裡還蠻靠近蘇俄的，但是蘇俄會不會怕？這東西一打就哇，飛了好久才飛到的。所以。跟蘇俄無關，所以對蘇俄有沒有一點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點還是看飛到那麼遠，還是針對美國。最後一個就是，它的速度終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馬赫，就是說所有的導彈它最後的速度多快啊？
跟它打多遠是息息相關的。我今天如果說一個導彈打到太空落下來是一個近程的，好比說是3000公里，它落下來的速度可能是6馬赫、8馬赫，因為它就是一個彈道嘛，這個拋物線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國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這麼高，然後在這麼高的一點一路落下來，落到最後是20-30馬赫，20-30馬赫的導彈哦，因為它彈頭太熱了，它會產生一個叫等離子雲。什麼叫等離子雲？就是它這個結構上都是一個一個叫做原子殼，外面有電子，因為太熱，那個電子會跑掉。我說變成游離，它就叫等離子雲。一旦造成了等離子雲，就是這個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電磁波你都通不過它。是。這個時候就你用雷達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麼可能打到它？你還要去導引。但是它有一個東西，因為它很熱，所以如果你用紅外線的鏡頭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紅外線的鏡頭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個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這個熱點這樣子過來，它可以大概這樣子去追蹤它，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個100公里高度的導彈掉下來，如果是以20馬赫，我不要30，20馬赫它打到地面時間是15秒，你怎麼去防它？是你根本反應都來不及。所以最後完畢之後，就是說你想要去防這一型的導彈這樣子，約打這個上萬公里的，那是在實際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極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這個是美軍之所以要擔心的部分，這是高達20到30馬赫的東風31AG，但是這個還只是美軍他知道的，這背後解放軍現在說還有底牌，根本就還沒有翻完。我們接下來要看到另外2款飛彈，第一個是東風41，第二個是今年在93閱兵，大家還記得嗎？亮相的這個東風61。我們先來看到 CG 哦，東風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攜帶10到12枚的分導式彈頭，最高速度26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閱兵亮相的這個東風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過了2萬公里，具有3級固體燃料，15到20分鐘可以完成發射，達到數百枚的誘餌彈跟電子干擾裝置等等。好，我們把這個東風41加上東風61加上近期曝光的這個御空擊1000，美軍有辦法預測未來大陸會怎麼樣做核作戰嗎？以現在美國看到的只是中國大陸淘汰後的版本嗎？代表背後還有更多的武器還沒秀出來嗎？尚志哥怎麼看？最近不知道怎麼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大陸的這個有關於這個核彈能力，而且這裡頭也開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時候，中國大陸發射試射的這個東風31AG 的那支導彈。我想去年9月發射之後很奇怪，包括美國全世界都靜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評論，也不做任何的，然後折騰了這麼久，已經將近快1年後才開始最近這麼大爆發的討論。當然我們知道，對於中國大陸的軍備或包括他們的攻擊，剛剛一個是武射，一個部分是防禦，軍備或者是軍力的各種武器，中國自己從來沒有自己的公布詳細的盤點給大家聽。我們現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彈相關的，以及它的這個所謂的彈道飛彈。核彈頭或彈道飛彈本身都是海外，尤其以美國方面為主的這樣子的這些點評。那麼最近在討論，直接在討論中國的核能力、核打擊力。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在所謂的中美的大國現在 G2 的政治、外交、經貿各方面的氛圍當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國有點退讓，可是，在軍事方面感覺起來還是施加壓力。軍事方面還是要凸顯中國威脅論這個部分主張，在整個美國的軍事思路裡頭，並沒有受到國際外交、經貿這個東西或關稅有任何的部分的影響。所以，這個是我們最近聽到的，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國威脅講得這麼厲害，直指他們的核能力。當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實美軍方面要預算，要有很多的軍事，從戰略戰術到真正的最新武器的開發，都需要錢哈。威脅講得很大，他們要很多的錢。當然我們可以看了，最近來講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盤點以中國跟美國的軍事對陣，陸海空火箭各方面來講都有各自的對陣，但是蠻有意思的，現在就在盤點中國的核武器這件事情。核武器這件事情的部分，那確實還是比較微妙。當然，我們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彈頭。我們講去年9月東風的這個東風3號，它可以帶4到6個彈頭。
所以目前彈頭都知道美國還是遙遙領先的。只不過今年有關瑞典一個智庫的最新統計，在今年年中的時候，認為美國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麼有人說俄羅斯3000多枚，也有人說俄羅斯5400多枚更多。那這個部分大家掌握的數字，但中國當然現在公認大概600枚，只不過中國成長最快，每年可以生產出100多枚，而且這是保守的估計。那在這個數量當中，我們必須要了解，還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現在很關鍵的，可是中國的彈道導彈能力，東風系列這一些，恐怕還是對美國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在過去來講可能還沒有看到，但是現在都已經在，特別是今年93的閱兵之後，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盤點到的所有的這些具有核打擊能力的部分，中國大陸有些不一樣。首先，過去是彈道他們的部分的攻擊的彈道會改變，這就可以突破過去美國對於防止核彈傳統的防禦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話，現在部分中國大陸核導彈可以飛到外太空，再來打擊多彈頭的打擊。那麼中國還有另外，它有縮小性的、機動移動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掛在滑翔系統，而不是傳統過去飛機發射的這樣子的系統。所以這些新的戰術發射核彈的方法，對於美國來說，就得要全面的部分來面對。但我們知道，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頭，目前中國大陸究竟有關於東風飛彈到底發展到哪一個部分的程度，其實都知道。現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厲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發，對於中國武器研發來說，早就是這樣子。所以美國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時間。好，這邊是五角大廈特別透露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威脅論哦，不管是核打擊能力，或者是針對這些極音速飛彈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這一次五角大廈它在這一份文件裡面也釋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它把時間點就定在2027年。它拋出了一句話，也震撼了全球。他說，中國大陸預計在2027年底就具備了在台海衝突當中可以開戰，再加上取勝的能力。重點是，他還說了，大陸具備對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標發動大規模打擊的能力。這樣子的一個距離，其實已經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國的關島、第2島鏈，甚至是美軍的前進基地體系了。這一份報告，是有高估嗎？還是低估？謝大使怎麼看？那剛剛說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擊能力，只是對美軍的一個干擾，還是說它已經可以構成致命的打擊能力？大使怎麼看？因為美國的這個五角大廈報告裡面，它用的打擊能力啊，它還加了3個字，叫大規模打擊能力。所以這個就不可小覷哈。如果說是印度的飛彈，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飛彈很小啊，對不對？我是輕型飛彈啊，那這個就不是造成大規模打擊能力。事實上，你的炮彈跟飛彈跟炮彈一樣，它裝載的彈頭蠻重要的。對，那你的彈頭是多少噸啊？那或者它的這個破壞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還有你彈頭的數目。那這個大規模打擊能力，我覺得對美軍來講的話，用到大規模哈，我想就是可以產生一個怎麼樣，一個區域具足的能力。我想中國大陸現在發展這麼大的一個打擊的遠距的打擊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敵於境外嘛，然後呢，要把一個地方完全封鎖，可在這個區域裡面呢，它完全進行這個外科手術的這種軍事能力。可是第一個要讓這個外軍沒有辦法進來。那現在美國講這個國務院講的這個五角大廈講的是，我們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實這個是屬於中程導彈的一個範圍。那這個算距離的話，那關島啊，這個是在第2島鏈跟第3島鏈之間。因為關島距離中國大陸大概陸基的這個陸地的距離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這個從2800公里算起，其實就是從關島到再往第3島鏈去延伸。所以呢，事實上的話，中國大陸對第2島鏈可以完全拒止。那麼它如果說把它的拒止鏈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話，那就是第2島鏈跟第3島鏈之間了。所以美國，我想他也会他會評估他的那個戰力跟他這個因應的戰術跟戰略啦。那這裡面中國大陸打擊能力，其實我們不需要很明確指出哪一些載具，我們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說啊，你055大區，
你停到第一島鏈，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實上，你比如說是有這個鷹擊21，這是艦對艦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這一類武器它就可以產生距離。另外，它的整個航母它可以放到這個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或者接近第二島鏈。那航母的戰鬥範圍的話，那有時候是起碼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說它的這個艦載機了，它放護衛艦，它上面的這些垂發所有的這種遠距離攻擊武器，那更不要說中國大陸還有陸基的，陸基的東風這各型的導彈要打到說3700公里也是輕而易舉。所以中國大陸對這種區域進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隊、水面部隊、水下部隊，還有陸基的導彈，另外它還有這些轟炸機，還有這種比較遠程的可以做這個空中加油的這種重型戰鬥機啊，或者這種攻擊的這種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國的這個戰略的這個報告不是空穴來風，確實是中國大陸具備這樣子的能力。好，謝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